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萌玩小周。那么也是一周没有给大家进行更新了。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测评呢，是来自于 Marvel Legends X-Men 97这样一个动画片里面的一个角色夜行者。那相信大家对这个角色也不是非常的陌生啊，毕竟他在电影宇宙里面还是有比较多的出场呢。那么我们也就废话不多说，先从和会开始看起吧。那么这个和会那也是很明显，所有这个动画片出的角色所出的挂卡玩具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设计语言在最上面放一个 X-Men 97的一个标志，然后右边是一些人物的例会吧，然后呢在中间再放一个玩具本身的在动画里面的一个例会，然后呢挂卡也是最直观的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盒子里面的内容物，那这也是我喜欢挂卡的原因之一啊。然后可以看到这次除了给一对握拳手以及本身的一对张开手，其实也没有给太多的配件，然后比较惊喜的给的配件呢，也就是一张替换头，也是不同的脸，然后发型是一样的。那待会儿我会细致的给大家说一下。那么我们就继续来看到反面。那反面呢也是很明显可以看到这一套里面的其他人物以及这样玩具的一个本体的例会，然后这里是个夜行者的英语名，那也是非常的直观，然后可以看到万磁王、镭射眼、秦格雷以及其他的角色，那都是非常醒目的。那在之后如果有机会也会给大家进行一些测评，毕竟镭射眼就在这儿，对吧？ OK，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就把它给拆开来看一下它主体以及配件素质吧。OK， 那么现在呢，就是移除了挂卡之后，大家可以所看到的一个主体以及一些配件了。那我们还是再说一遍吧。它的配件呢是拥有一颗替换头以及一对替换手型。那我们还是先从替换头开始看起吧。那么这颗替换头还是比较好看的啊，我个人比较喜欢这颗替换头，而不是喜欢它原来搭配的那一颗。这颗呢就是带一点嘴角略微往上扬，有一点假笑的感觉。然后可以看到，因为是漫画里的刻画它这样额头上的一些阴影的设计我个人感觉非常好看。虽然说没有上一版的那么就是复杂，没有上一版那么好看，它的发型上也做了比较大的改变，但是我只能说上一代会做得更好，但这一代并没有说做得不好。这一代的头雕其实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不错的一个状态。包括我感觉97所有的头雕虽然都是沿用了一些动画里面的一些细节，就没有那种褶皱感没有那么强，但是单拿出来看的话，他们的所有头雕都是在及格线上的一个水平，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那我们来看到它的替换手型。那么同样的，大家也知道夜行者其实是只有3根手指，所以它的握拳手型和其他的握拳手型也是比较不一样的。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只是有3根手指，然后手套上的褶皱也是有给到，那还是不错的啊。那我们就来看到这个玩具的精髓，也就是它的主体。那么还是从它的头开始看起吧。可以看到它面部是一个比较狰狞的状态，有点比较生气的感觉在里面，和刚刚那个微笑的一个头雕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们往下看到它的衣服，那可以看到这里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肩胛，待会儿测评可动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它会不会影响太大的可动。然后来看到它肩胛中间是做了一个类似于分件的东西，是一个黑色的一个 V 字领一样的。然后呢，这些黑色的发色就没什么好说的，稍微有点油，但是呢也是比较符合角色本身的一个状态。然后这个红色其实就是上面这2块呢是分件，所以比较哑光，比较好看。然后呢，在身体的其他部分的所有红色呢，都是在黑色的底漆上面上了一层红色的底漆，会看起来比上面的红色会油很多。可能视频里看的不明显，那其实你如果真正拿到手上的话，其实这个色差还是比较容易能看出来的。然后呢，我们来看到它的手臂还是非常不错，这次也是运用了无孔关节，也是双关节的一个玩具。然后好像这里也是运用了蝴蝶关节，只是不太明显，大家能不能看出来？因为被它的肩胛给遮挡起来了，它的蝴蝶关节就不是非常明显。有没有对它可动有太大帮助呢？我也不知道，待会儿我们来做一下可动的测试，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吧。那往下看，来看到它的腰部还是比较经典的一刀切的腰部平转
这个还是比较不美观。希望孩之宝在接下来的一些人偶中能给出一些好一点的最优解吧。毕竟这个人物他没有腰带，就和蜘蛛侠一样，他有些蜘蛛侠给的腰部平转的这样一个就比较难看。你看这个都分开了，这样一个玩具我感觉一刀切并不是最优解。那我们再往下看，看到大腿小腿还是比较经典的一个腿部的一个旋转方式，然后可以看到也是运用了无孔关节双关节。那同样呢，我们再看到他的手也是3根手指非常的明显因为它张开的会更加明显一些。然后白手套，然后红色的一些漆，然后这边的漆是有一些刮掉，不知道是中奖了还是怎么样。因为我自拿到手只是拆开看了一下，也没有怎么把玩，所以应该就是品控的问题。因为这种附着在黑色底漆上面再上一层漆还是比较容易受到伤害的。那么我们再往下看，看到它的一个脚部和其他的人物也不是太一样，别人都是一只脚，它就是这种张开的脚趾，两根脚趾以及后面的一个类似于脚后跟的东西。那其实这样的一个结构对于它的接地性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不像其他的角色，像正常的脚部的接地性是需要一些小功夫才能让它有更好接地。它这样的一个脚的形状呢，给予了它更好接地的可能性。那我们也就进入了接下来的一个环节吧，开始测评一下它的可动。那我就忘记说了，这个玩具最引人入胜的一点其实就是它的这根尾巴。那可以看到它的尾巴在后面，它只是开了个孔，然后又可以360度这样旋转，然后其他对于这个尾巴的可动也就没有了。但是这个尾巴的这样一个曲线的折度，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还是比较不错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看到它的可动吧。那么首先孩之宝的头部可动，当然也是不用多说，360度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这样一个头部可动，这也就是所有人偶基本上都有的一个可动，除非一些特殊的肩胛或者头发会限制可动。而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它的手臂侧平举，非常不错，已经可以抬到肩胛的这样一个角度。然后呢，由于是肩胛是这样，它其实最高也只能抬到这里，并没就肩胛会限制了它比较多的可动。然后来看到它手肘关节的一个弯曲。双段关节如果全都给它弯折的话，其实是可以达到折叠的一个角度。然后来看到对于它蝴蝶关节的一个诠释吧，其实可以看出，由于这个肩胛的一个限制这次的蝴蝶关节并没有给予它太多的可动，其实和不用蝴蝶关节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毕竟是一个配置，它给到了就会给它一定的加分，但是我感觉这给不给也没什么太大区别。然后这次值得一说的是它的腰部的一个折叠关节，运用的是齿轮关节，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对于这样一个腰部的一个本来会有个很大缝，像这个蜘蛛侠一样的很大的缝，它给它用这种胸甲的方式给它给遮挡掉了，我感觉这种解法还是非常不错的。那我们接下来再往下看，那是我刚刚所诟病的一个腰部平转还是比较难看的，那也就不多给大家进行说明了。然后呢，是一个腿部的前抬，是这样的一个模式，然后差不多就到这儿，然后后拉只能到这儿，然后大腿小腿的这样一个折叠也是可以的，完全贴合，完全没有问题。那么脚部除了前后的这样一个可动，它左右是几乎是没有什么大的可动的。OK， 那么对于夜行者的这样一个测评呢，我们也就差不多到这儿就结束了。那么对于这样一个角色来说，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毕竟我买的角色基本上都是我看过的动画或者了解他身世之后会比较喜欢那个角色，所以对这些买过的角色会有一些特殊的滤镜吧。但是对于它现在的一个价格来说，也就是150块左右，甚至更低就可以将它入手，我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玩具啊。这个玩具并没有太大的问题，除了它这个一刀切，其他都是非常不错的存在。尤其是它这个尾部的这样一个塑造，我感觉非常不错。当然了，如果你拥有了前一款夜行者的话，其实这一款你也就是可以不入。但是如果你真的想买第一只夜行者的话，或者预算有限啊，想要一些性价比之类的，我觉得你购买这只会是更好的选择。
OK， 那么刚刚呢，也就是我对于这样一个夜行者的测评以及购买建议。那当然还是需要大家量力而行，购买到自己最满意也是最好的一个价格的玩具。那么又到了我们开奖的一个环节。那么我尽情数了一数，由于粉丝比较少啊，其实上次参与这次抽奖的人并不多，基本上只有22个。那我们也就从微信来进行一个随机数的生成啊，这个广告跳掉，随机数字，最小值是1，最大值是22，然后不允许小数。那我们就直接生成一个人，生成是19。那我们就来看一下19是哪一位，先从最上面开始数，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是这个人。帮我进行回关，然后呢，通过私信来和你进行一个交流。 OK， 那么这样一个 Cos Baby 的一个玩具，那也就是会送到你的家里。那么在这里呢，我也再一次谢谢大家对我这个频道的支持啊！这里是魔玩小周，你的一键3连是我更新的动力。